需要长红棒加大量，有没有在现行上有看过？我们也说过突破新高的关键 K 棒不用追，可以拉回手支撑的时候再接，大家有没有看到？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中电业的整个产业流程，很简单啊，它的发电厂在产生电力要送出来的过程中，它要先经过一个所谓的升压的动作，然后到了变电所这个地方呢，然后它再逐步的降压，先从345 kV 这个地方呢降到69 kV， 161再降到69，然后到我们一般住户的话，可能就110V 或220V， 就是给冷气使用的，还有一些工业用电。那所以在这个升压跟降压的过程中，它所需要的重电业的一些产品就是一些变压器来这边做升压或降压的动作，最后才能到达用户端的设备。经过我这样介绍，你就可以知道了华城它最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变电所里面的变压器，所以它的成长动能就是台电的强韧电网商机长达10年，这是第一个成长商机。第二个成长商机就是绿电商机。怎么讲呢？我们所谓的绿电，大家看这边是风力发电，可是你发电起来你要先储存起来嘛，然后需要的时候再分配给这些用户。所以说呢，在这个设置的过程中，你想想看，那个所谓的风机里面的塔内，它就需要变压器，然后它经过海缆的传输到变电所这个地方。那变电所这个地方它要有统包工程，那统包工程完成以后，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包括变压器啊、开关设备这些啊，然后最后产生的电力以后再送到台电并网，然后再一起送电。所以离岸风电的那个开发商，然后在政府的政策要求之下，要求要以本土化的那个厂商为优先，所以都会跟华城这个地方签订一个什么变压器的合作契约。绿能产业这个地方也需要就是说升压站的统包工程跟相关的产品，那在这个地方华城都可以做到。所以说随着那个风力的机舱组的组装业在2023年，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展开，还有一些设备跟海上变电所的合作项目，这个地方也进入了筹备期，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就是成为华城未来成长的商机。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华城跨入所谓的储能产业。我们已经讲了，这些绿色的能源它需要储能，那所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呢，我们绿色环保，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它储能，我们不储能的话，我们的这些绿色发电没有办法维持稳定。那最近几年呢，华城已经跨入了储能的产业，而且它在储能之中，它可以自己做一个建案，除了工程施工之外，它也顺便把它自家的产品，像这些配电盘啊，这些相关的产品导进去，那成为就是说储能厂商中几家少数能够独立完成储能案的厂商。所以第三个商机就是储能商机。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就跟电动车又更相关，就是电动车的商机。华城呢是很早跨到了充电站营运，它用转投资方式成立了一家叫 eValue， 就是它的转投资公司。它除了有做充电站以外，它还做的整个充电站的管理。那根据研调机构预测，全球充电站的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465亿美元，到了2023年会成长到4173亿美元，年复合成长率是31.5%。华城目前是透过转投资公司持有64.25%的华城电能，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 eValue。反正有开电动车的投资人，可能对于华城电能这个地方就非常的熟悉，因为它在整个充电站全国目前的市场占有率高达50%，那充电数量呢也是全球之冠。然后它不但有快充站，也有慢充站，同时它有成立它的会员，它会员数的话也是全国第1名。所以在充电站持续的设置之下呢，华城这个地方呢，在自建的部分有建设充电站的工程收入，那完工之后又有什么充电桩的充电收入。那目前占整个华城的营收比虽然低，但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随着充电桩不断的设置，未来的获利可以持续的稳定的成长。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财务分析的部分，就是说一样就是跨产业的部分，我们就用 ROE
ROE 这个地方来做比较，它有2个算法，一个是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一个是切成3块，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那我们就看一下华城从2018年到2022年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看到它的 ROE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虽然不是每年都持续成长，但是逐步的趋势是往上做一个成长的动作。那最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税后存益率的提升。然后接下去呢，我们也看到它在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呢变化和那个股东权益这个地方整体来讲变化不大，所以整个 ROE 的拉升最主要是来自于税后获利率的提升。那在整个季报我们这边来看的话，整个华城的负债比例跟重电业比较起来，这个产业呢算起来那个负债比例相对都是维持在比较高的那个水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还算合理的部分 63.55%。 OK， 那毛利率也是一个正常的水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技术面的分析。华城这家公司呢是从2001年7月这个地方是它一个起涨的原点，一直到2013年10月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上涨一个初始 N 型。那大家可以看到过去它的股价因为重电业这个地方呢大部分都是国内都是依赖台电因为最近过去是亏损，然后再加上政府政策的影响下就是没办法把电价做一个大幅的调整，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的营运成长动能就是并不强，所以你看它第一个初始 N 型还是一个失败 N。 好，那接下去呢从2015年8月这个地方呢就是重新一个扩大 N 型了。那这个地方呢就随着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就是说它在充电桩营运站这个地方比较早去做一个切入的动作，所以它的业绩就逐步在做一个发酵的动作，所以它的股价就逐步从2015年8月这个地方随着它的获利成长就展现明显的成长。那我们有跟大家讲过突破新高这个地方怎么样，需要长红棒加大量，有没有在线型上有看过？我们也说过突破新高的关键 K 棒不用追，可以拉回手支撑的时候再接。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关键 K 棒有回撤，可是在回撤的过程中有没有守住这个关键 K 棒的原点？有嘛？所以它接下去就继续往上攻，然后接下去大家又说好可怕好可怕这么高，我要不要再进？一样的道理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我都有把时间点写出来，包括它的1高2高每次还有包括它的3高，它每次的攻击时间点大概就是5-6年的时间。所以从2021年这个地方来讲，10月是3D 的位置，我相信从一个过去的时间点你就可以去推估，如果我们用时间比1:1来比较的话，那它这一波的攻击至少都还可以再加个5-6年的时间，再加上我们前面有讲到的所谓的电网商机这个地方长达10年，那有基本面的支撑之下，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它的营运的变化，并不是说这家公司只有所谓的业绩成长没有风险，它当然也会有风险啊。它风险包括什么？它风险包括原料的风险，比如说它跟台电签约可能都是一个长期的合约，它会先购置一些原料，可是它的原料可能里面就包括了钢铁啊或其他产品，那这些产品的原物料的售价如果调涨的话，可是因为它跟台电的契约一签可能就签比较长，那原物料的调涨或者说调降的部分，这些原物料变化不管是风险或利润，这个地方它都要做一个吸收的动作。所以接下来股价怎么走就要看它营运怎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从这个地方要打一个 N 型，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 AB 段打出去了，接下来重点不是说它回档的时候很可怕，而是说它回档的过程中会不会量缩守1/2，如果会的话，按照它目前业绩的发展的话，未来走成功 N 跟正常上涨 N 的盘涨的几率相对比较高。所以讲到这边呼应我们前面3集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一个基本面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通常就是从一个长期的趋势去看它，而不是说我们的片子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它立刻要上涨，下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好，所以说呢这边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投资股票就是要看一个公司的长期的基本面。那我们已经可以从华城这家公司发现，它不只是有电动车的商机，还包括了台电的商机，还有绿能跟储能的商机，所以在众多商机加持之下，它的业绩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成长，自然股价就会相对比较强。
强势，那你就一定会问我说 Judy 股价现在这么强的时候该怎么办？你应该冷静的思考一下，就是说正确的方法是这个产业是趋势往上，在每次的拉回的过程中呢，你要去考虑它，如果说它的业绩还是持续成长的，所以在合理的价位这个地方你适时的去做一个介入，那你就可以长期持有。 OK，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此，那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什么呢？下礼拜我们要介绍中兴电，不要忘了记得收看咯，拜拜。